那么首先呢，我们第一场的演讲的主题是 AI 影像辨识的创新应用。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个领域的重量级专家，他是翼龙电子的叶一浩董事长兼总经理。叶董事长呢，长期耕耘人机界面，还有 AI 辨识技术，也成功带领翼龙电子从触控感测技术转型到尖端 AI 整合。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叶董事长。OK， 各位午安。那我今天介绍的最主要是在 Edge AI 的应用。那第一个大概就介绍一下，为什么我叫 Du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AI？ 我们怎么样把现有的东西把它 AI 化？讲真，现有的东西 IC 讲有些1块钱美金，甚至5毛钱美金而已。那怎么做到 AI？ 啊，那第二个呢，就是 AI 再找到新的应用，大概是今天 agenda 里面谈的一个重点。那首先呢，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 AI 的基础是怎么建立，然后慢慢的在这些应用方面跟大家举一些例子。OK， 好。OK， 好，是在2018年的时候，那主要是在刚好我那个魏董是我们董事，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成立。我常讲这个故事，他礼拜六他约我是说，有空来吃个饭。结果吃个饭我捐了6000万，因为太冲动了。AI 人工智慧学校开学了，结果没有 server， 我感觉大家都要看着我说，那我就捐3000万，所以回来很后悔。所以下面的是廖所长，廖所长是我40年好朋友，他觉得我捐的3000万很可怜，他说这样我们来合作吧，大概是这样。那主要呢，一个公司要转变 AI， 事实上是不太容易。那一个很重要，他呢，既然我捐了3000万，他说你们公司来上课都不用钱，一个人6万，那我就多预算去老本，所以400个人，大家算一下，说2400万拉回来哈。但是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整个公司怎么改变，因为这个上课不是1天的课，是16天，每天大概从早上9点半到晚上7点。那这时候呢，一个很重要，每一个现在回到公司，我都会问我们的主管。可不可以用 AI 做？如果不能 AI 做，他要解释。所以有些因为礼拜六上课嘛，后来大家乖乖的，每一个主管都去上课，不然很难跟我一起开会。OK， 好，那 OK 好，那再大家讲一下，因为 AI 当然最重要 ，Edge AI 就演算法就很重要。那我刚才讲的，我40年好朋友中央研究院的廖所长，他觉得我们就一起开发。对，主要是他们开发了，那我们大概出一些想法一些，所以你可以看 CSPNet 是最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产生出来。等一下看它的 citation 有1万多个，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时候陈良基部长当部长的时候是业界出题，学界解题，他们解题。那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智慧交通，大概是这样，那时候是 Euro Before。那我们可以我们从2019年一直开始，每一年都 Euro 大家知道哈，影像辨识 You only look one， 所以 V4 就是 Version 4，那5、6就被别人拿走，7我们又拿回来，8又被人拿走，9我们又拿回来，大概是这样每一年，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名字在上面。OK 好，所以这个大概就主要我们 AI 的一些的基础是从这里来。那翼龙本身呢，事实上在做 notebook 这边，那我刚才讲的现有的东西怎么把它 AI 化？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这4样，唯一就是 point stick 这小红点，我到现在还想不到怎么 AI 化了哈，其他的都已经把它 AI 化。OK， 好，touchpad， 我们看一下，我们 notebook 在用的时候，手指头可以操纵，大拇指可以操纵，但是我的手掌 Light Palm 是不能操作的，所以我在打字的时候常常会碰到怎么办？所以这时候事实上，理论上每一个人应该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出的 notebook 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我们做的法是怎么做 ？OK， 我们看左边的这边是什么？是一个影像辨识，它是人脸不是人脸。那我为什么不能辨识它是手掌，还是大拇指，还是手指？那我就很出来就是 OK， 就是影像处理。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做了一个，事实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OK。你看左边的，我这个在做什么？这个就在做transfer learning。
我们本来的 model 做好了，然后在这里我们传说了，每一个人他可以客制化他自己的手指头，但是最重要的，你可以看到，对 handicap 来讲，有没有残障人士？每一个残障人士的手指头都不一样，他可以操作吗？可以，只要怎么样？只要做一个 transfer learning， 大概是这样。OK， 好，这是在 touchpad 这边。那在指纹那边呢，大家要很小心哦。如果有到我们公司的话，如果喝完茶杯记得带走，不然你的指纹我很快就给你采集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把那影片放给大家看。哦，所以指纹在最上面的是有 posing 的这一种，real 就3D 的。那平常2D、2.5D 还有3D。OK， 好，那一样。大家会很熟悉，有没有下面这个图？然后今天我要讲的最主要就是 CNN，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就影像。当然我们现在未来 Multi Camera 我用 Transformer， 那现在今天主要讲还是用 Convolution 为主。那你看，所以一样的 CNN 可以辨识出来这是真手指还是假手指。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demo， 这是某一家水果公司的平板，哦，指纹按下去怎么样？可以打开。这是我们卖给 Microsoft 的指纹卖过去。当然不能打开，好，所以很重要。OK， 好，那除了这样，我们还有 multi function 啊，我们的指纹还可以做 navigation 的一些 feature。OK， 好，这里看，这是一个那个 credit card 里面没有power，没有power，它是靠 NFC， 那个好 NFC 产生的是 low power， 所以我称它叫 AIoT， 你知道，它可以用手机的 NFC 做引漏。就做注册啊，还有 verify 这些，哦，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因为现在是应该是目前，唯一，我们甚至现在还把它做什么？上面还有 E-Link 的 display， 哦，都可以做得到。OK， 好，第三个呢 ，touch screen， 一样哈，都是在做 image process。OK， 好，右边的这边是做 AI prediction。你如果看过用过苹果的那个笔哈，你觉得它 tracking 的就是那个 latency 很小。事实上是什么？因为我 detect 到在 display 都有 latency， 那我怎么做？我做 prediction， 哦，所以 AI prediction。但是直线很好 predict， 你要弯了这些很难 predict。那左边那个比较没什么，就是手写辨识。OK， 好，那接下来，所以我们刚才看的那 handicap 那是在 Computex 得奖啊，得金牌奖。现在这个也得了奖这个是什么？我们现在长久以来，我们的 touch screen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碰到水，水也是导体。或者厚手套的时候，它感应量不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video 有放吗？有吗？哈，有哈。OK。抱歉，我把有看到哈 ？OK。防水跟戴手套都可以做得到。那以后你的充电桩啊，或者你现在游艇啊，或者水上摩托车啊，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水是一件事情，盐水是另外一件事情。防水是这样啊。另外一个是医疗用的流血，然后戴医疗的手套。我想这些我们都克服了。OK， 好。这里东西都是一个很重要，都是说因为以前假设。AI 之前是 expert system 有 rule base， 但是现在很难有这些 rule， 所以它是要抓 feature， 我们叫 feature extraction。OK， 好，所以要有 big data 来 support 这些。OK， 好，接下来介绍了 ADAS， 我利用这 ADAS 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 AI 的整个的 key technology 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是 domain knowledge， 因为你要做产品的 define， 很重要，你知道。这个你才define你的 data set， 你要收集的足够 data set。第二个当然 image process， 我们有 ISP 的技术。第三个就是阿贵刚才讲的，因为我们是 Edge AI，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我刚才讲的东西哈，我今天介绍的都是一个 top 以下的，最困难的是一个 top， 今天呢是其他的是那个不知道0.000几个 top 而已了哈。OK， 好，那第二个 data set， 因为如果你的 data 不够多 ，data balance 的问题，那你一起来做一些 data augmentation， 把这些资料补足。第三个当然你要有这个 developer system 给 custom， 我们叫 end up， 然后最后当然是要提供 total solution。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料。如果
ADAS 如果你白天写了，晚上没写，晚上就不准；晚上写了，晚上下雨天没写就不准。所以 corner case 很多，所以注意 data balance 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ideo。好，这个你 Google 一下，是在台湾发生的。这是 T 公司的车子直接撞到，为什么？因为他在做 deep learning 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 data set， 就是这些显连点再全引进去，所以他不认识这个车子，就把它撞上去了。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你不组的时候，刚开始我们用 VR， 因为我们一个董事读董去年买了个 Mercedes 的 S Class， 碰到一个路桥有一个影子，他紧急刹车，你看所以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学这些？你车子如果进到桥下或者树荫底下的时候，或者你有车祸人躺在地上的时候，这些行径，但是 VR 真的很麻烦，所以我们就用 AR 下去做。那我们可以看左下角那个 AR， 今天动画有点问题。那个，因为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的影像大概 FOV 角度如果110度会有 distortion， 但是 AI 你不能把它 correct， 你的 feature 就不见了，所以维持原来的 distortion， 然后 feature 把它 extract 出来。那你 AR 放在那个 distortion 的地方，就大概110度的地方，你要把那个 lens 的那个公式，然后用 3D 怎么样把它放上去，因为包括 view angle 所以我们这个都做到了。这用 AR 做 data augmentation。那最后呢，因为一个日本客户，因为抱歉今天的 video 大概不太黑，那个就用静态。他希望不同的人种、年龄，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干脆就用生成 AI 下去做，大概是这样。OK， 好。那这里是大家就说，我们本来这是一个3个 model， 就是 object detection classification， 然后过来 segmentation， 然后汽车这3个东西，那我们前面很多地方把它共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下面这些应用，所有的应用都是什么？都是一个 top 就做到了。如果给大家一个印象，现在大家做自动驾驶都多少个 top？ 都是1000个 top。都是1000个 top 左右，这个是一个 top 就做到了。OK， 好，这前面后面，但是可能阿鬼你会觉得不一样，因为你的 data set 不一样，那个 OK 好，那这是我们这次也得奖了，在 Computex 得奖的一个，这是在电动巴士里面叫左边的是 LLS， 就是说你理论上手不能放开啊 ，Level 3才可以放开。我叫他手放开，我录影一下，你可以看到车道适中，包括转弯，车速80公里都不会离开车道中央线。右边呢，你注意，抱歉，今天的 video 有点问题。这个是在讲什么？里面有三角锥，它会自动避掉路障，大概是这样。OK， 好，好，那电动巴士现在我们有。因为台湾电动巴士有补助，所以现在开始慢慢。那我们现在最后1年，我们现在做了。事实上 ，ADAS 最难的是什么 ？lane change 就是变换车道。变换车道，他要看到什么？车后100公尺的地方，它的车速多少，来决定它刹车的距离，你可不可以变换车道？所以我们第5年，现在就是明年，我们要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现在第5项。这个叫 UNR 157，157就是 Level 3。Level 3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放开手了，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第一个 DMS 就驾驶行为异常了，它就自动变换车道停在路边。好，这个是 Level 3。OK， 好，那最后讲一下整个在智慧交通的部分。OK， 好，我们智慧交通呢，大概做几个。第一个当然智慧交通资讯过来就是控制红绿灯，然后那个行人安全 ，OK， 好，抱歉，我大部分都是 video 哈，不要那个算了 ，OK， 好，我们的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用 HAI， 我抓住所有的路口。所有的转向量，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说所有，你看左上角，本来这个所有都是会动的了哈，但是今天比较快，你可以看每一部车子都抓到，没有漏失半步，而且我要知道，像这边我要知道为什么划线，我要知道它转向量，它是左转，所以导致我在路口我知道
摩托车有几步，右转几步，左转几步，直行几步，车速多少，不同车种我都把它弄出来车型。然后我们叫做刚才讲，我们都是叫做 supervised lane。现在接下来控制红绿灯，我们用 lane enforcement。如果大家记得是 AlphaGo、AlphaGo、Giro 用的这个 lane enforcement 去控制红绿灯，大概是这样。OK， 好，这个事实上也在 Computex 也得奖。最后一个产品大概就是行人，就是说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绿技能出现的时候，地面的地砖会出现绿色，人可以走，人一走的话变成橙色，同时呢，它会有一个告示牌，写一个当心行人。好，等车子一靠近的时候，地面会变成红色，所以又一个告示牌，当心来车，大概是这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左边上面所有的人。然后我们坐标转换，我知道他现在在人行道的哪一个地方，大概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是右边下面的东西，我们平常是闯红灯才知道，我们是预测它闯红灯。原理很简单，我们在做 ADAS 要变换车道，是不是要看后面车子100公尺的地方，它的车速车种？同样的，我在路口，我可以看到100公尺。各种车辆它的车速多少，然后当然上下坡或者下雨天，我看它的摩擦系数，我就知道它刹车的距离够不够。不够，我知道它一定怎么样闯红灯。闯红灯的话，我就全部本来另外一边要变成红灯的，变成绿灯，我还是维持原来红灯。好，大概是这样。所以简单做一个 summary。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发生车祸。我们直接就用 LINE 通知警察，好，这个 OK 好，所以这里如果各位有兴趣，在下礼拜我们 Computex 的展览就会把这几个产品，那我们这次刚好得了5个奖，好，跟大家报告，好，谢谢。